我们都知道啊，赢得战争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纳粹德国是入侵苏联，所以原本就不占地利跟人和。而这个时候，天时也开始不在德军这边了。入秋之后呢，连绵无尽的秋雨让战场变得非常的泥泞。起初只有车辆会陷入到泥沼里，坦克倒是还能勉强的正常行驶。只不过辎重车辆陷入泥坑之后，就不得不让正在战斗的坦克过来拖拽，严重的阻碍了军事行动。再往后，连坦克都不能正常行驶了。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10月中旬往后的几个星期，他们就完全听凭烂泥的摆布了。一种怀疑甚至是绝望的情绪第一次开始在从未失败的德国陆军当中弥散开来。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更致命的是凛冬将至，德军竟然没有配发冬装。虽然德国的冬天也是非常的冷，但德国的冬天是冷，而苏联的冬天是寒冷，气温随随便便就可以到达零下几十度，德军士兵冻死冻伤不计其数。根据后来的统计，攻打莫斯科，纳粹德国总共损失士兵100万人，其中冻死冻伤的就高达11万。既然知道苏联的冬天非常的寒冷，为什么没有给德军士兵配发冬装呢？不是没有配发，是根本就没有。不光是士兵没有冬装，连机械部队在雪地里必备的防滑设备都没有。而且不是说德国国内没有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时候的纳粹德国还不是战争后期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是根本就没准备。按道理，以德国人做事如此严谨的风格来说，是不可能会出现这么低级而且如此严重的战备失误的。但或许也正是因为德国人做事如此严谨的风格，才导致了这个结果。按照原计划，对苏联的作战本应该在冬天来临之前就结束了，因为原本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时间是5月15日，但为了救援在希腊以及北非吃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不得不推迟了1个多月，到6月22日才正式实行。但即便如此，以德军开战1个月以来势如破竹的势头，也完全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就结束战争，但最终却打到了12月份。打成这样，这一切都要拜希特勒所赐。虽说希特勒现在已经贵为德意志帝国的元首，但他的最高军衔别忘了，仍旧是巴伐利亚兵团的步兵下士。之前好几次在关键时刻的抉择，希特勒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错误的那一个。从敦刻尔克海滩到空军轰炸伦敦，再到放弃消耗英国，以及拒绝了雷德尔跟隆美尔的建议拿下苏伊士运河，偏偏要选择进攻苏联。而这次又是他，一个步兵下士，偏偏要亲自指挥国家级别的军事战略。早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3个星期之后，进攻势头最迅猛的中央集团军群，在陆军元帅费多尔·冯·伯克的指挥下，轻松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正准备继续往东推进，一鼓作气拿下莫斯科的时候，被希特勒强势叫停，而且抽调了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去参与南方集团军群的基辅合围，其中就包括了第一个攻入斯摩棱斯克的古德里安。而且正是古德里安在7月11日建议要强渡第聂伯河，迅速往东推进，才使得中央集团军群在7月16日就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兵锋直指莫斯科。希特勒把他步兵下士的最高军衔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基辅有粮食，乌克兰有资源，希特勒强制叫停了中央集团军群攻占莫斯科的命令，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被抽调往南线的古德里安，甚至为此古德里安还跟他起了争执。但跟前几次一样，没有人能阻止得了希特勒对乌克兰粮食以及资源的垂涎。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强盗，就跟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看到了香蕉走不动路。但最终他还是成功了，拿下了基辅。只不过如果苏联没有被击溃，即便这个时候拿下了基辅，占领了乌克兰，之后也会被苏联人再打回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但如果这个时候一鼓作气去拿下莫斯科，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莫斯科是整个苏联的神经中枢，是政治、经济、交通以及军事的枢纽。莫斯科有整个苏联大部分的军备制造能力，而且其他地方的援兵也必须要通过莫斯科才可以中转到前线。更主要的是，莫斯科再往东就基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地方了，除了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就是冰天雪地里的北极熊。所以占领莫斯科之后，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往东推进到苏联的腹地，因为整个苏联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西边，在欧洲的范围内。
而且更重要的是，拿下了莫斯科就等于阻断了苏联人反攻的希望。到那个时候，留部分兵力镇守莫斯科，再转过头去合围基辅，去包围列宁格勒。苏联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只能任由德军摆布。但是希特勒的刚愎自用又不是现在才有的。上一次在敦刻尔克海滩，他让装甲部队暂停了2天，而这一次他让中央集团军群暂停了2个多月。这一致命的战略失误，让苏联人得以迅速地稳住了阵脚。古德里安从南线回援之后，虽然中央集团军群依旧进展神速，但稳住阵脚的苏联红军已经组织起了有效的防御，抵抗也变得非常的激烈。但是苏联人的战斗力实在太垃圾了，所以还是让德军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到了11月份，气温骤降到-30度，而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德军依旧穿着单薄的夏装，战场上随处可见冻僵的德军士兵，而装甲部队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在-30度的气温里，坦克根本就启动不了，而且德军是奔着闪电战来的，推进速度非常快，所以战线拉得太长，并且他们中途也并没有稳固已经占领的地盘，以至于补给线也拉得很长，而且会经常遭到苏联游击队的骚扰，这就导致最前线的部队物资极度紧缺。相反，苏联人就要舒服得多，虽然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被打得非常的惨，但毕竟是防守作战，以逸待劳。别的不说啊，最起码他们可以穿得很暖和。况且零下几十度的气温，德国人没见过，但是苏联人是每年都要经历。所以斯大林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他在列宁墓上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要求他们坚决死守莫斯科，要在苏联的每一寸土地上跟纳粹侵略者拼命。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每前进1米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惨痛代价。到了11月底，古德里安给陆军的总参谋长哈尔德打电话，说他的装甲部队已经无能为力了。要知道，这个话可不是某一个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军事将领说的，而是纳粹德国3大名将之一的古德里安说的。后来古德里安回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确定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彻底失败了。但是远在柏林的希特勒却并不这么认为，很多一线的指挥官都觉得要先行撤退，巩固一下防御阵线，等到天气暖和了再继续谋求进攻。希特勒坚决地驳回了这些请求，并且要求在12月1日对莫斯科发起总攻，依旧要求是在冬天之前拿下莫斯科。但问题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不得不佩服德军的作战素养，即便在这么山穷水尽的条件下，依旧从北中南3路发动了对莫斯科的总攻。而且在12月2日，第258步兵师的一个侦察营攻入了距离莫斯科19公里的西姆基，在这里甚至用望远镜就能直接看到克里姆林宫。但是第2天他们就被苏联人打回去了，这是纳粹德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到莫斯科城郊。直到1945年的5月，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纳粹德国也再没能到达这里。1941年12月6日，在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下，苏联红军100个师在绵延3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全面的反攻。缺衣少粮的德军根本就抵挡不住苏联人，开始不断后撤。到了第2年的2月，已经被迫后撤了300公里。之所以讲是被迫撤退，是因为在12月6日苏联人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希特勒竟然下令让连冬装都没有的德军不得撤退，必须坚守阵地。这个莫名其妙的命令直接导致德国陆军损失了100万人。更要命的是，12月6日的这次反攻证明了一件事儿：德国陆军不是不可战胜的。虽然在打击英国本土的不列颠战役当中，纳粹德国第一次没有胜利，但那也只是他的空军，而德国陆军一直都是碾压般的存在。就连世界第1陆军的法国以及世界第2陆军的波兰，在纳粹德国面前都被轻松击溃。而从12月6日这一天开始，德国陆军不败的神话已经开始崩溃了。紧接着第2天，另一件更严重的事情爆发了。希特勒远在东方的另一个盟友日本，招惹了他们轴心国在这个地球上最不应该招惹的国家，就是美国。1941年12月7日，日本毫无征兆地偷袭了美国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原本美国一直奉行的都是孤立主义，因为不管太平洋对岸的亚洲和大西洋对岸的欧洲打成什么样，都跟美国本土无关，所以美国一直都没有想直接参与战争。而日本不自量力的这一下子，把美国拉下了水，美国向日本宣战。于是12月11日，纳粹德国也迫不得已向美国宣战。
其实希特勒自打最开始就一直在极力避免把美国拖入战争，因为他太清楚美国的实力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完全就是依托于美国的支援，跟美国作战无异于找死。所以在美国护航英国舰船的时候，希特勒下令碰到美国军舰一律不得开火，如果遇到美国的军舰先开火，只能以最低的限度反击自保。但是现在他不得不直接面对强大的美国了，而且这个时候他们依旧深陷在苏联寒冷的泥沼当中。但是冬去春来，当冰雪逐渐散去，气温开始回升，德军又恢复了往日的凶猛。这次德国放弃了全面攻打苏联，甚至不再追求立马就夺取莫斯科，而是把目光放在了莫斯科南边的斯大林格勒。因为夺取斯大林格勒就可以切断苏军的补给线，并且还能控制高加索地区大量的油田。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还有一点点私心，他想羞辱一下他的这位老伙计，毕竟这座城市是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苏联红军的勇猛跟苏联的气温成反比。纳粹德国重新组织进攻之后，5月份就控制了整个克里米亚，到了7月份就已经推进到了斯大林格勒西北边的顿河。苏联红军又一次溃不成军，急速撤退。而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格勒防御空虚，如果德军继续推进，就可以一举拿下斯大林格勒。不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因为高加索地区有大量的油田，希特勒又变成了那一只看见了香蕉走不动路的猴子。前一年就是因为他愚蠢的决定，导致最终没能拿下莫斯科，并且损失惨重。没想到1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面对空虚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没有继续全力进攻，反而是抽调部队往南，意图去控制高加索的油田。但没几天他又回过神，可能是想起了几个月之前在莫斯科的惨痛教训，所以又命令部队开始全力进攻斯大林格勒。而且与此同时也要求部队要奋力夺取高加索。但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格勒已经充分地完成了布防，完全有能力抵挡住德军的进攻。而且进攻高加索的部队也被抽调走了一部分去进攻斯大林格勒，以至于也没法去夺取高加索，变得两头落空。头1年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但是希特勒依旧不长记性，看着夏天的进攻效果还不错，又开始变得有点自信满满，坚定地认为冬天来临之前一定可以夺下斯大林格勒。结果又没有准备冬天所必需的物资，前线的部队又不得不再一次需要面对苏联零下几十度的冬天。相反，苏联人就很聪明了，既然夏天不是德国人的对手，那就等到天冷了再说。9月底的时候，苏联就已经开始部署反攻的计划，但是把反攻的日期定在了11月的19日到20日。斯大林亲自给反攻计划取代号为天王星行动。1942年11月19日，苏联正式实施天王星行动。仅仅5天，到了11月23日，苏联就已经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的包围。又过了1个星期，到了10月30日，苏联用了3个方面军围困了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区周边1500平方公里内的所有德军，其中就包括纳粹德国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绝对主力第6集团军。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讲时说，德军绝对不会从斯大林格勒撤退，而苏联则在有条不紊地收缩包围圈。12月27日，苏军再次发动强大的攻势，这就导致被围困的德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每天的非战斗减员高达数千人，而这个时候他们想撤都撤不了了。没过几天之后，到了1943年的1月，苏军又发起了新一轮的针对高加索地区德军的攻势，代号为木星行动，将德国剩余的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全部围困在了高加索地区。这就导致斯大林格勒周边地区的绝对主力第6集团军在撤退无望的情况下再也得不到增援，彻底被击溃。到了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周边所有的德军要么被歼灭，要么投降，至此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虽然后来有很多人把斯大林格勒战役形容得非常的危急，称之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但就惨烈程度来说远不及头1年的莫斯科。毕竟这个时候的德国陆军已经不是1年前那个不可战胜的神话了，况且经过莫斯科一战，损失了大量精锐，坦克、装甲车丢弃了无数，实力已经远不及当年。从这起，苏联跟德国攻守易位，在东线，苏联逐渐变成为进攻态势，而纳粹德国被迫转为全面防守。但是2场大的战役损失惨重，纳粹德国已经不是太能防得住苏联了。